我的身体里藏着一座监狱，这座监狱中关押着自荒古以来无数强大的妖兽，笑月银狼、精灵毒蟒、混沌牛魔，甚至还有执掌世间审判的天使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实力都远超寻常修士。身为凌云城第一家族李家的长子，我从8岁起便开始觉醒兽魂，可直到18岁，整整10年，体内的兽之力都在被兽欲悄然吞噬，我却对此浑然不觉。每次觉醒仪式，我都以失败告终。而同父异母的弟弟李潇，在第一次觉醒仪式上就达到了天人境兽之力4段，成了凌云城公认的第一天才，更是李家的骄傲。按照族规，18岁仍未觉醒兽之力者，需离开家族打理旁系生意，且家族已为我定下一门亲事，与柳元城苏家独女苏夏暖联姻。苏夏暖是出了名的大美女，却也和我一样没能觉醒兽之力。我本想着，既然都是普通人，往后安稳度日便好。可就在大婚当日，李潇却闯进了婚房，对我的妻子图谋不轨。婚房内，一袭白衣的李潇一把扯掉苏夏暖的盖头，刹那间便看呆了。不愧是柳元城第一美女。苏夏暖惊恐地爬上床，缓缓向后挪动，声音颤抖：“你是谁？快放开我！我要叫人了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”就在此时，婚房的门被我一脚踹开，我满脸怒容地站在门口，可李潇却毫不在意，松开苏夏暖，不紧不慢地站起身：“哥哥，这苏夏暖我也看上了，我会跟父亲说，让她转嫁给我，你再另找一个便是。”我咬牙切齿地怒吼：“你他妈说的这是人话吗？这种事哪个男人能忍？”下一刻，我怒冲上前，对着李潇凌空一脚，可我毫无受之力傍身，这一击简直是自投罗网。李潇轻而易举地躲开，同时伸手按住我的脑袋，狠狠往圆桌上砸去，圆桌瞬间4分5裂。他再用脚踩着我的头，语气嚣张：“你信不信，就算我现在杀了你，父亲也不会把我怎么样？”我浑身颤抖，发出愤怒的嘶吼：“李潇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！”呵呵，就凭你！李潇不屑嗤笑：“我的好大哥，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你的新娘如何臣服在我身下。”说罢，他双手一拧，我双腿的骨头瞬间碎裂，剧痛让我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叫。就在此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怒吼：“住手！”李潇顿时大惊失色，回头望去，只见父亲李战带着人冷冷地站在门口。“父亲，我错了。”李潇立刻跪倒在地，连滚带爬地挪到李战脚边。“父亲，您听我解释，我是喝多了才做了这荒唐事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求求您原谅我。”李战冷冷地瞥了李潇一眼，又看向倒在地上如死狗般的我，随后对身边的人吩咐把他带去治疗。“是，父亲大人。”李潇顿时松了口气，站起身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便跟着李战离开了。自始至终，李战都没有亲自过来看看我的伤势。倒在地上的我对这个李家彻底失望，额头上的鲜血一滴一滴滑落，滴在了我左手中指的戒指上，瞬间便被戒指吞噬殆尽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幽森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：“10年觉醒的兽之力竟已累积大圆满，终于助老夫恢复了1%的实力，让老夫从黑暗中觉醒，兽血滴入，认主成功。我等终于有重见天日之机了。”呵呵，听到这声音，我顿时睁大了眼睛，可没等我细想，治疗兽师便走了过来。一番治疗后，我的骨折渐渐愈合，只需再休养几日便可痊愈。下人进来收拾干净房间，便关上门，匆匆退去。房间里只剩下我和苏夏暖，我躺在床上，他则坐在凳子上，手足无措。天色渐黑，苏夏暖端着一杯茶水走到床边，怯生生地问：“你要不要喝口水？”我睁着双眼，直直地望着房顶，一言不发。没人知道我此刻心中翻涌的波澜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酒意渐渐褪去，我缓缓闭上眼睡了过去。苏夏暖始终坐在凳子上，不敢上床，直到确认我睡熟，才忐忑地走到床边。苏夏暖在被指婚后便听过我的故事，这个和他一样没能觉醒兽之力、同病相怜的男人，他本已降低了所有期待，可今日所见，我棱角分明的脸上满是坚毅，即便未曾觉醒兽之力，眼神中也藏着未灭的希望。今后我们就要相依为命了，你会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男人吗？苏夏暖伸出如白莲藕般的纤纤玉手，轻轻抚摸了一下我的脸颊，可我对这一切毫无察觉。此刻的我正置身于一个漆黑的空间之中，这里是哪里？有人吗？我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站在一条悠长的走廊里，走廊两侧是一个个上百平米、高达10几米的牢房。左侧第一个牢房上刻着100的字样，右侧则是99，想来是牢房的编号。左侧牢房中，一头通体雪白、体长7、8米的巨狼，正用一双绿油油、诡异而人性化的眼睛盯着我。我目光一凝，
注意到牢房墙壁上刻着一行远古文字：笑月银狼。这头白狼竟是远古妖兽，我心中震惊。在这天元大陆，人们吸收的兽魂按妖兽年份划分，分为10年、100年、1000年、万年、10万年。而远古妖兽早已是传说中的存在。似乎察觉到我的震惊，笑月银狼竟开口说话了：“您好，小娃娃，亲爱的狱主大人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”我惊恐地向后退去，径直撞在了对面99号牢房的铁笼上。下意识回头望去，只见笼中蜷缩着一条水桶粗细、通体漆黑、长达几十米的巨蟒，一动不动。牢房墙壁上同样刻着字：“精灵毒蟒。”见他仍在昏睡，我顿时松了口气。狱主大人，您别害怕，我们不会伤害您的。笑月银狼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道：“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何称我为狱主？”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周围的一切，这里是您手中戒指的内部空间，名为兽域。笑月银狼解释道，兽域共分4层，为天地玄黄4阶。您此刻所处的是黄字号牢房，关押着100头不同的远古妖兽；玄字号牢房关押着比远古妖兽更强的上古妖兽；地字号是更为厉害的太古妖兽；天字号牢房则关押着最顶尖的亘古妖兽。我喃喃自语：远古、上古、太古、亘古。不对啊，最厉害的不是远古妖兽吗？难道还有更强的存在？那是自然。笑月银狼发出人性化的笑声。若非您10年觉醒的兽之力被我吸收，我也无法苏醒。再加上您的鲜血认主，开启了兽域空间，我们也无法与您相见。什么？我顿时睁大了眼睛，随即如猛兽般扑到100号牢房前，死死抓住手臂粗的铁栏杆，怒吼道：“我10年的兽之力都是被你吸收了。”是啊，若非您的兽之力，我根本无法苏醒。笑月银狼似乎没意识到事态严重，迷茫地看着我。我双手紧握栏杆，用足以杀人的眼神死死盯着他。我10年觉醒失败，全都是你搞的鬼！笑月银狼这才恍然大悟。就在此时，伴随着我怒气暴涨，一股毁灭性的威压从体内爆发，向笑月银狼碾压而去。别动手，狱主大人，别杀我！您先听我说。笑月银狼大惊失色，巨大的身躯蜷缩在角落，连连求饶。您开启了兽域，便能掌控域中所有妖兽的力量。我是远古妖兽，难道您不想要一头远古妖兽的兽魂吗？听到这话，我的怒气渐渐平息。远古妖兽的兽魂，把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说清楚，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我沉声道。话音刚落，我便察觉到自己在这空间中对妖兽拥有绝对的掌控权，只需一个念头便能将他们抹杀。狱主大人，您听我说。笑月银狼连忙道，兽域中的所有妖兽此刻都处于沉睡状态，只需吞噬足够的能量，我们便能全部苏醒。而您作为兽域主人，域中所有远古、上古、太古、亘古妖兽都能任您驱使，别人最多只能拥有3、4个兽魂，您却能直接掌控400头强大妖兽的兽魂，这难道还抵不上您10年觉醒失败的代价吗？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而且您虽10年觉醒失败，如今出去再次觉醒，只要我不再吸收您的兽之力，您便能顺利觉醒。觉醒之后，您便可召唤我的兽魂，我能出去帮您战斗。我的怒气彻底消散。若真如他所说，我可以选择原谅。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？我问道。千真万确。笑月银狼点头。而且狱主大人，您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的兽之力等级吧？我茫然点头，不知道。我吸收了您10年的兽之力，早已探明您的等级，竟是万年难遇的先天满兽力，10段大圆满。什么？我不可置信的惊呼，真的吗？当然。我顿时发出兴奋的大笑，可笑着笑着，眼泪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10年如一日，我承受了数不尽的谩骂与指责，如今终于得以翻身，喜极而泣。不过，还请狱主大人尽快寻找蕴含能量的东西给我吞噬。萧月银狼说道，我目前仅恢复了1%的力量，即便被您召唤出去战斗，在外人看来也只是10年兽魂的等级。但我身为远古妖兽，实际能发挥出100年兽魂的实力。蕴含能量的东西具体指什么？我连忙追问。兽尸体内的兽魂、妖兽的肉体、兽魂环，还有珍贵药草等等，都可以。好，没问题，我这就出去找。我迫不及待地说，随即又疑惑，那我现在怎么出去？狱主大人只需集中注意力便可离开，进来也是一样。我闭上眼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外界。下一刻，眼前的黑暗牢房消失，昏房的景象再度浮现。环顾四周，我看到身穿红色婚装的苏夏暖趴在床边，枕着我的手臂，疲惫的睡着了。想起白天的种种，我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戒指，这枚戒指是我穿越到天元大陆时便戴在身上的，没想到竟藏着如此机缘。万一刚才是做梦呢？我心中一动，再次闭上眼，集中注意力沉入兽界。下一刻，我又出现在了兽域之中。萧月银狼疑惑地看着我，狱主大人有何吩咐？没什么，就是看看是不是在做梦。我说
说着，再次离开了兽域。笑月银狼看着我的身影消失，不由得露出人性化的笑容。外面一片漆黑，灯烛已渐渐燃尽。我动了动双腿，竟毫无异样，轻轻抽出被苏夏暖压住的手臂。我缓缓坐起身，下床后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苏夏暖揉着惺忪的睡眼坐起来，看到我站在地上，顿时惊道：“你醒了？怎么站起来了？快坐下休息。”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忽然笑了，觉得这个女人倒是不错。昏黄的微光下，她长发披肩，额前留着参差不齐的空气刘海，身材匀称，凹凸有致。被我这般盯着，苏夏暖羞涩的扭过头：“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是我老婆，怎么不能看？”我轻笑一声，走到新换的圆桌前，倒了杯茶水，一饮而尽。苏夏暖还没适应老婆这个称呼，羞涩的站在一旁，一言不发。不管怎么说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了，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认真的说。听着我的承诺，苏夏暖露出一抹幸福的微笑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休息吧。我重新坐回床上，可苏夏暖却站在原地，紧张的搓着衣襟，脑海中全是我的那句话。她早已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即便婚前幻想过无数次，此刻依旧紧张不已。出嫁前，父亲叮嘱她，嫁过去后要听丈夫的话，这是女人的本分。怎么还害羞了？我脱鞋上床，看着像木桩一样站着的她，不由得笑了。苏夏暖羞涩的小步走到床边，脱下红色绣花鞋。我拿起那块被扯掉的盖头，重新盖在她头上。李潇那个王八蛋欺负你，我势必要让他付出血的代价。这盖头我们重新掀。说罢，我轻轻掀开盖头，盖头下她唇瓣嫣红，睫毛纤长，一双大眼睛闪烁着羞涩的光芒，不敢与我对视。我轻轻握住她的小手，柔声说：“跟着我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”我微微歪头，向她的红唇靠去。苏夏暖的心像小鹿般砰砰直跳，轻轻闭上了眼睛。窗前的帘子落下，烛光摇曳中，我缓缓将她推倒。红色的婚妆肚兜一件件从帘子缝隙丢出，紧接着木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。在寂静的房间中由慢到快，最终渐渐平息。看着熟睡中嘴角带着满足笑意的苏夏暖，我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，悄悄走了出去，熟门熟路地来到演武场的高台，上面摆放着一块巨大的兽魂石，石上雕刻着飞禽走兽，这是家族用来觉醒兽之力的器物。萧月银狼说我是10段满兽力，我不信，非要亲自验证一番。而且兽力觉醒必须借助兽魂石，唯有它能将体内的兽力全部激发。触摸兽魂石后，它会释放压力，坚持时间越长，兽力激发的越彻底。我忐忑地走到兽魂石前，颤抖着将右手放在上面，指尖触及的瞬间，一股巨大的压力便席卷而来。这是过去10年觉醒仪式上我从未感受过的力量，是真的，全都是真的。巨大的压力激发了我体内的兽力，兽魂石上的飞禽走兽雕刻纷纷亮起光芒，1段、2段、3段，直至10段，10段兽力彻底觉醒。我感受着体内涌动的澎湃力量，发出酣畅淋漓的大笑，随即连忙闭上嘴，收回右手。兽力已被开启，我终于可以掌控兽力，吸收兽魂了。兽魂石上的光芒渐渐消散，我轻手轻脚地回到婚房，却没注意到兽魂石上显示的10段兽力印记依旧清晰可见。次日清晨，负责打扫演武场的下人看到兽魂石上的印记，不可思议地揉了揉眼睛，10段兽力没搞错吧？这石头是不是坏了？就在此时，一袭旗袍的性感女子款款走来，她便是昨日负责觉醒仪式的人。下人立刻将此事告知她。女子看着兽魂石上的印记，却不以为意，只当是器物出现故障，随手便将印记清除了。没人知道，昨夜一个10段兽力的绝世天才，已在凌云城李家悄然诞生。我缓缓睁开眼，看着怀中熟睡的苏夏暖，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。这一吻让她也醒了过来，她睁眼看到我，又低头看了看被子里的自己，羞涩地将头埋进我的怀中。夫君，你讨厌用这种眼神看人家。苏夏暖已彻底成为我的女人，整颗心都系在了我身上。她从被子里抽出一块白色手帕，上面印着点点落红，这落红赠与夫君，此生我便是夫君的人了。这块手帕意义非凡，我小心翼翼地叠好收藏起来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下人在外喊道：“少爷，该起床洗漱了。”虽说不受宠，但我终究是长子，该有的待遇并未缺少。起床后，下人端着托盘进来，上面放着一沓银票、一张酒馆地契和金银证书。显然，家族是要我今日便启程去打理生意。我神色淡然，与苏夏暖洗漱完毕后，收拾好东西，便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李家此后不回也罢。至于李潇，我站在李家大门外，默默念着他的名字。凌云城是大夏国有名的城池，李家立足数百年，底蕴深厚，非一时能撼动。我对李家毫无感情，下次相见便是复仇之时。离开凌云城，马车行驶在官道上，我未曾察觉，5、6个身穿黑衣的神秘人正紧随其后出了城。少爷，这次抓住李现的媳妇，您可得让我们尝口汤啊！一人骑着马，不紧不慢地对身旁骑白马的人说道：“喝什么汤？白汤罢了。”
说不定昨日李现已经取了苏夏暖的落红。白马之人冷笑，不管他有没有破身，我都要玩上一晚。出了李家，出了凌云城，李现连屁都不是。这人正是我的弟弟李潇，他一大早便让人盯紧我，只要我出城，便立刻尾随，担心出现意外，他一路跟了30里，到了望龙碑，终于按捺不住，对其他人使了个眼色，准备动手。这里荒无人烟，常有土匪出没，杀了我，既能嫁祸土匪，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夺走苏夏暖。下一刻，5人催马追了上来，急促的马蹄声划破寂静。我听到声响，立刻探出头，看到为首的李潇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这里荒郊野外，死个人没人会注意，待在马车里，千万别出来。我拍了拍苏夏暖的手背，叮嘱道。随即，我集中注意力沉入兽界，进入兽域。我遇到危险了，怎么召唤你作为兽魂出战？我冲到笑月迎狼的牢房前，焦急地问：狱主大人，您只需运转兽力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兽界上，我感受到兽力便会进入您体内，成为您的兽魂。好，我大喜，立刻离开兽域，吩咐车夫停车，随即看向追来的几人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今日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5人逼停马车，个个手持长剑，眼神戏谑地盯着马车，早已迫不及待想将里面的苏夏暖拖出来。我的废物哥哥，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见你。李潇翻身下马，体内兽力汇聚掌心，狠狠拍向马车，轰的一声巨响，车辕断裂，马匹受惊狂奔而去，马车失去支撑，向前倾倒。下一刻，我从马车中纵身跳出，单手撑起沉重的马车，缓缓将其放平。车帘掀开，苏夏暖挎着包袱，惊慌失措地走了出来。我冲他微微一笑，示意他放心，随后转身冷冷地看向李潇，跟了一路，终于按捺不住了。你竟然知道我跟着你，还不乖乖回凌云城受死？李潇颇为惊讶，不把你引到这里，怎么报昨日之仇？李潇一愣，随即哈哈大笑，报仇？就凭你一个连兽力都觉醒不了的垃圾，也敢谈报仇？话音落，他怒喝一声，一只灰色恶狼虚影从体内浮现，悬浮在他身后，这便是他的兽魂。兽魂并非先天觉醒，而是斩杀妖兽后吸收其魂魄而成，再以兽力召唤作战。400年疾风魔狼兽魂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李潇嚣张地说。我盯着他身后的疾风魔狼虚影，贪婪地舔了舔嘴唇，在脑海中问道：这400年兽魂能让你恢复多少实力？笑月银狼的声音传来，嘿嘿，400年足以让我提升到5%的实力。很好，我再度看向李潇，此刻在我眼中，他们已是滋养萧月银狼的补品，不知道我这10年份的兽魂够不够资格与你一战？我露出挑衅的笑容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一道白光从我体内爆发而出，下一刻，一头7、8米长、通体雪白如月光的巨狼在我身后缓缓浮现。笑月银狼仰天长啸，嘶吼声震撼灵魂。李潇身后的疾风魔狼此刻像受惊的小狗般瑟瑟发抖，蜷缩成一团，一动不敢动。你也有兽魂？李潇瞳孔骤缩，浑身颤抖。笑月银狼身上散发的威压，让同为狼类兽魂持有者的他感受到了源自灵魂的敬畏。过了许久，李潇才从震撼中缓过神，疯狂摇头：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连兽力都激发不了，怎么可能有兽魂？而且这兽魂体型如此庞大，绝不可能是10年兽魂，这是500年、1000年，不，这是上万年的兽魂。万年兽魂跟随李潇前来的4个李家弟子顿时瞪大了眼睛。万年兽魂在整个大夏国都寥寥无几，这一刻他们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被誉为10年废物的李家长子竟一直在隐忍，暗中吸收了万年兽魂。不，这是假的，是你弄的幻术。李潇无法接受现实，嘶吼道：10年，整整10年，你都是废物，不可能拥有兽魂而不声张，这是你吓唬我的手段，我不会上当的。下一刻，李潇双眼爆发出凶狠的杀意，疾风魔狼杀了他。疾风魔狼在主人的灵魂驱使下，强压下恐惧，发出微弱的嘶吼，向我扑来。可这2米左右的疾风魔狼在萧月银狼面前宛如孩童面对壮汉。就在他扑来的瞬间，萧月银狼张开巨口，一股远古妖兽的恐怖气息喷涌而出。这一刻，疾风魔狼彻底后悔了，李潇也彻底后悔了。他清晰地感受到，眼前这头让他窒息的巨狼是真正的万年以上妖兽。我是真的隐忍了10年，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，而他作为第一个目睹真相的人，即将付出代价。靠，这是李潇脑海中最后的清醒念头，可一切都晚了。昨日之仇，在萧月银狼一口将疾风魔狼吞入腹中的瞬间，已然开始清算。兽魂被硬生生吞噬，灵魂契约断裂，李潇遭受重创，发出凄厉的惨叫。残存的理智告诉他，必须立刻求饶。扑通一声，
李潇双膝跪地，连滚带爬的挪到我脚边，抱着我的双腿，惊慌失措的哭喊：“哥哥，求求你饶了我，我是你弟弟啊，亲弟弟啊，亲弟弟！”我冷笑：“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，也配提兄弟？告诉你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，连自己的嫂子都敢觊觎。今日我不把你的人头当球踢，就不是男人！”砰的一声，我一脚踹在李潇的头上，将他踹倒在地。10年了，父亲从未正眼看过我一次。你知道我生母是怎么死的吗？是被你母亲硬生生逼死的。你们母子俩没一个好东西。我双眼赤红，恨意滔天。父亲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你身上，今天我就让他尝尝希望破灭的滋味。看着我近乎癫狂的模样，李潇强忍着头痛和眩晕向后挪动，鲜血从额头流下，渗入眼睛，他都不敢擦拭。就在此时，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从胯下传来，伴随着某物爆裂的声响，他像条爬虫般蜷缩在地上，来回翻滚，惨叫不止。快走！其余4人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立刻催马向远处逃去。我回头冷哼一声，笑月银狼，杀了他们！7、8米长的笑月银狼纵身跃起，瞬间便拦在4人面前，张开巨口，一口便将4人连同马匹一同吞入腹中。看着地上抽搐的李潇，我毫无怜悯之心，运转兽力汇聚于右腿，狠狠踩下，直接踩爆了他的脑袋。回头看向苏夏暖时，他早已被眼前的血腥场景吓晕过去。夏暖，我慌忙上前将他扶起，找来一匹遗漏的马匹，简单修好马车，将他安置在车内。随后，我拍了拍李潇的白马和其余马匹的屁股，将他们赶走。环顾四周，我深知这里是望龙碑，土匪出没频繁。我走到李潇尸体旁，搜刮干净他身上所有财物，将尸体推入草丛，随即驾车离开了这里。我离开后不久，望龙碑的土匪便循声赶来。方才笑月银狼的嘶吼声惊动了远处的土匪窝，途中他们遇到了那几匹上等好马，便将其牵走，并未在意路边草丛中的尸体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捡来的便宜往往会招致灭顶之灾。几天后，李潇失踪的消息在凌云城传开，李家出动大批人手搜寻。李战起初以为是敌对家族下的手，可当得知望龙碑土匪窝出现李潇的宝马后，立刻带人赶了过去。望龙碑的土匪做梦也没想到，捡来的几匹马竟属于凌云城李家。李战看到宝马后，立刻下令控制整个土匪窝，可土匪们一脸茫然，对此事一无所知。恰在此时，有人在望龙碑官道旁发现了李潇的尸体，李潇财物尽失，宝马又出现在土匪窝，真相似乎不言而喻。凌云城城主都未曾想到，困扰他们数十年的望龙碑土匪竟被李家一夜之间屠戮殆尽。可没人注意到，土匪窝中唯一有实力击杀李潇的白银兽师头领，当日并不在窝中。而李潇作为年轻一代的佼佼者，16岁便达到青铜兽师，土匪窝中能杀他的人寥寥无几，更没人将注意力放在一个被发配到外地打理生意的普通人身上。永安县不大，地理位置偏远，看来李战是真的对我失望透顶了。整个大夏国疆域辽阔，18座领城之下，各管辖数十座从城，从城之下又有无数县城与村镇。领城相当于我前世的省城，从城则是2、3线城市。来到永安县已有数日，苏夏暖也从受惊昏迷的虚弱状态中恢复过来。夫君，苏夏暖虚弱地呼唤我。夏暖，我端着鸡汤走到床边，扶他靠在床头。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苏夏暖轻声道：“这几日辛苦你了。”刚进门便让我这般细心照料，他心中颇为不安。你是我老婆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等你恢复好，帮我打理酒馆就行。我小心翼翼地吹凉鸡汤，一口一口喂到他嘴边。喝了鸡汤，苏夏暖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去酒馆看看。这永安县人不多，酒馆生意一般，暂时不用你帮忙。苏夏暖躺在床上，幸福地点了点头。永安县隶属于柳原城，距离苏家不远。日后他想回娘家也方便。酒馆位于县城中心街，上下2层，临街而建，后面连着酒铺、酿酒坊，再往后便是我们居住的庭院。酒馆连同酿酒工人一共15人。我接管后，并未过多干涉事务，让他们按旧流程打理，同时将所有人的薪酬提高了5%。如此一来，我做个甩手掌柜也能放心。都说新官上任3把火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，给所有人涨了薪，这让伙计们对我颇有好感。回到后院房间，我推门而入，来到永安县这2、3天，我一直没来得及整理击杀李潇后获得的财物。杀死李潇，吞噬他的400年疾风魔狼兽魂，让笑月银狼的恢复度达到了5%，吞噬其余4人，恢复度又涨到了6%，6%的恢复度相当于600年兽魂的实力，在整个永安县，就算是县令也未必有这般实力。兽魂吸收极为困难，要想达到高契合度，
首先需亲手终结妖兽，这也导致很多人初始吸收的兽魂只有10年份级别。一个连黑铁兽师都达不到的人，根本无法击杀数百年份的妖兽。即便是李潇，也是在李家高手协助下才亲手了结妖兽，获得了400年疾风魔狼兽魂。而我拥有600年实力的远古妖兽兽魂，其强大程度可想而知。打开包袱，一沓银票映入眼帘，既有家族给我的盘缠，也有从李潇身上搜刮的，总共3万两。3万两对普通人家而言，是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，可对我来说，不过是一株百年药草或一件妖兽材料的价钱。我如今已是黑铁兽师，拥有相当于600年兽魂实力的萧月银狼，暂时足以应对各类威胁。接下来的目标是晋升青铜兽师。青铜兽师的要求是能完美发挥兽魂实力，也就是所谓的契合度。刚吸收的兽魂契合度与斩杀妖兽的过程自身兽之力直接相关，若能全程亲手斩杀妖兽，契合度便会极高，兽之力等级越高，契合度也会随之提升。而我无需冒险猎杀妖兽，兽域中数百头强大妖兽皆可化为我的兽魂，前提是有足够能量滋养它们。至于契合度，萧月银狼说我是10段大圆满兽之力，再加上他对我绝对服从，我对他的契合度能轻而易举达到100%，可完美发挥他的全部力量。换句话说，我如今已然踏入青铜兽师境界，接下来的目标便是白银兽师。白银兽师的核心条件是兽魂可离体作战。寻常兽师吸收兽魂后，兽魂需依附自身，一旦离体便会渐渐消散，而白银兽师可让兽魂独立作战，使其更充分地发挥妖兽本身的实力。我忽然想起击杀李潇手下时的场景，笑月银狼当时似乎直接从我体内扑了出去。就在此时，笑月银狼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：狱主大人，这几日我已摸清你们这个世界的规则，在我看来，你们所谓的黄金级别以下兽师并无本质区别。我等身为远古妖兽所化兽魂，协助您作战，别说契合度，离体作战，就算是更高层次的能力也能轻易做到。什么？我不可置信地问。按你的意思，我现在已经达到白银兽师级别了？可以这般理解，笑月银狼答道。而且狱主大人若能将我的实力恢复至100%，届时我们可融为一体，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黄金兽师境界。